41个月，这是什么概念？3年零5个月，整整1200多个日夜，中国的二手房价就像自由落体一样，一路往下掉，没有丝毫反弹的迹象。有人说，房子是中国人的信仰，可如今，这个所谓的信仰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。就在2025年9月底，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百城二手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3381元，同比下跌 7.38%， 环比下跌 0.74%。这已经是连续第41个月下跌。更刺眼的是，第三季度的累计跌幅扩大到 2.26%， 前3季度累计跌幅更是高达 5.79%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上演一场没有尽头的慢性自杀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人最信的就是那句话：有房才有未来。房子是结婚的前提，是养老的保障，是代际财富的传承工具。多少人为了买房，掏空了6个钱包，把自己推入几十年的房贷深渊。而如今，曾经被奉为金九银十的楼市旺季，却变成了刺骨的寒冬。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报告，一线城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二手房价全部跌回2016年水平，广州更是跌回2017年。北京二手房价指数仅为 293.4， 比2016年高点跌去了 32.9%。上海下跌 33.9%， 广州下跌 35.8%， 深圳更是惨烈，下跌高达 40.9%。就连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，二手房价也回到了2015年，较峰值下跌 27.7%。这是怎样的场景？你辛辛苦苦还了10年贷款，醒来发现你的房子比当年买的时候还便宜，血本无归。如果说老百姓还在犹豫要不要卖房，那么国企的动作就是最直接的信号。9月25日，北京西城区国资委下属的北京天恒集团一口气挂牌出售111套房产，总价超过33亿元。与此同时，浙江绍兴、山东烟台、辽宁聊城等地的国企也在大规模抛售房产、商铺、车位，规模从几十套到几百套不等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连国企都不相信未来房价会回升，他们宁愿现在降价清仓，也不愿继续爆盘。国企的抛售就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碎了市场最后的幻想。它告诉我们，房价的下跌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有人可能会说，现在跌了，以后总会涨回来吧？可你看看聪明钱的选择。李嘉诚家族从2009年起就开始有计划地卖出内地房产，累计金额超过600亿港元。2013年正是中国房市最疯狂的时期，他却在悄悄清仓，被嘲讽为误判。10年后，现实给了所有人响亮的一巴掌，李嘉诚才是真正的赢家，而无数中国人却成了最后的接盘侠。不仅李嘉诚，潘石屹也早早撤退 ，SOHO 中国卖给黑石。反观恒大、碧桂园、万科、万达，几乎所有曾经的地产巨头，如今不是破产，就是在破产的路上。王健林虽然限高解除，但万达广场的骨折价甩卖，更像是一种绝望的自救。连这些地产巨头都活不下去，普通人手里的那几套房又值几个钱呢？更令人窒息的是，房地产不仅仅是房子，它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命根子。摩根士丹利在9月29日的闭门会议上发出警告，中国养老金体系将在2035年面临崩盘。为什么？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跌，直接拖垮了财政收入。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的 40% 以上依赖土地财政，房价下跌，土地流拍，地方财政捉襟见肘，财政没钱就无法补贴养老金。而随着老龄化加速，中国65岁以上人口预计将在2035年
突破4亿人。届时，养老金账户可能直接见底。换句话说，大量中国老人辛苦缴了一辈子社保，到了晚年，可能连最基本的养老金都领不到。这是一个怎样的黑色预言？房地产的倒塌不仅毁掉了年轻人的未来，还可能掐断老年人的生路。过去，中国的房市像金字塔，一线城市是塔尖，撑住了全国的信心。只要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不崩，大家就觉得房子一定能涨回来。可如今，连北京都撑不住了。北京二手房价格指数重回2016年水平，跌幅接近33%。与此同时，3、4线城市的崩盘速度更快。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，淮安、盐城、温州等16个城市二手房价同比跌幅超过10%，其中淮安跌幅高达17.46%，常州、南昌、大连等62个城市跌幅在5%至10%之间。就连成都、深圳这样的热门城市，跌幅也在3%左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楼市的全面塌陷已经开始。更残酷的是，3、4线城市的库存高企，很多地方一卖就是3年，房子堆成了鬼城。开发商跑了，买房人烂尾楼维权，地方政府没钱，公共服务缩水。房子不再是财富，而是沉重的负担。一个残酷的现实是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正在陷入负资产。比如2019年在北京以800万买入一套房子的中产家庭，如今房价回落到550万，可贷款余额却还有600万。这就意味着他们即使卖掉房子也还不起贷款。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居民杠杆率已达63%，其中超过一半是住房贷款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的财富大部分都压在房子里。房价一旦下跌，直接让无数家庭血本无归。更可怕的是，失业潮正在和房市危机形成共振。今年上半年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互联网大厂裁员超过30万人，制造业、地产行业更是失业重灾区。失业加房贷，这几乎是最致命的组合。你没收入了，可银行每个月依旧要按时扣款。很多人无奈之下，只能把房子低价抛售。可买家寥寥，房子变成了烫手山芋。一旦断供，不仅房子没了，征信也彻底毁了，整个人生都被套牢。事实上，中国的断供潮已经开始蔓延。据媒体披露，2024年至今，广州、成都、郑州、沈阳等多个城市出现大批业主断供案例。一些人甚至联合起来，在银行门口举牌抗议房子暴跌，我们拒绝还贷。这种现象在美国次贷危机时曾经发生过，直接引发了2008年金融风暴。而现在，类似的苗头正在中国出现。更糟的是，房贷只是开始。一旦失业、断供，孩子的学费、父母的医疗费、日常生活开支都会成为压垮家庭的稻草。根据民政部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的离婚率再次上升，很多家庭因为房贷和失业而分崩离析。有人甚至悲惨到因为无力还贷被迫自杀。这样的新闻已经不是个例，而是越来越频繁的社会现实。房地产的崩盘不仅仅是老百姓的噩梦，更是整个中国经济的致命伤。房子是中国家庭最大的财富来源，一旦财富缩水，消费信心崩塌。今年上半年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 2.5%， 远低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。房地产崩盘让老百姓不敢花钱，这就是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，房价下跌，地方债恶化，银行暴雷，消费萎缩，经济全面衰退。很多人还在抱有幻想，认为政府会出手救市。但现实是，
政策的空间越来越有限。货币宽松，中国央行在2025年前3季度已经3次降息，但房市依旧不见起色，资金根本不愿意流入房地产。财政刺激，地方财政债台高筑，根本无力再大规模托市。国企收储，摩根士丹利建议北京动用金库收储200万套房，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，中国出生率连续第7年下滑，2024年新生儿数量仅为780万，创历史新低。年轻人越来越少，谁来接盘这些空置的房子？根据联合国预测，到2050年，中国人口将减少1亿。到那时，3、4线城市可能会有大量房子无人问津，真正变成鬼城废墟。从北京到3、4线，从富豪到普通人，从买房梦到养老金，中国房地产的连续下跌，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，更是一场信仰的坍塌。有人说中国楼市不会崩，因为这是国家的根基。可如今，数据已经告诉我们，楼市不仅在崩，而且崩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。房价连续下跌41个月，这不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，而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眼泪，是中国经济的绝望底色。